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2021年全球肿瘤报告显示，全球2021年新发肝癌91万例，其中中国的新发癌症41万例，占全球的 45% 还要多。由于肝脏没有痛觉神经，一旦癌变，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，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就诊时就已经步入了中晚期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。小雨和小美是一对90后的夫妻，本是美好的年纪，却双双的查出肝癌。一开始两人只是感觉到疲惫乏力，本以为是累着了，没太在意。可是渐渐的，小雨的眼睛、皮肤都开始发黄，并且迅速的消瘦，而小美经常食欲不振、胃口不佳。两人这才到医院进行检查，最终都确诊了肝癌。在两人入院治疗的期间，对肝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才知道发病的诱因。原来这些年来，夫妻俩打工攒了一些钱，开了一个水果店。为了让生意更好，两个人经常起早贪黑，十分的辛苦。夫妻俩感觉也是很快乐的，起码有了自己的小生意。虽然他们只开了个水果店，但是两人从不舍得多吃一点好水果。店里腐烂坏掉的水果，两个人也舍不得扔掉，就挖掉坏的，将剩下的吃掉。没曾想到，正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害了他们。其实一些坏掉没变的水果最容易受到青霉和曲霉的入侵，这是霉菌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代谢物质。反青霉素就是霉变水果中最常见的毒素，要存在于霉变的水果以及其制品中，尤其是苹果、梨、山楂、番茄、苹果汁等，不仅能够导致肠胃道功能的紊乱，还具有致癌性和致畸性。所以即使切掉了水果的腐烂部位，剩下的也不能保证不含有毒素，所以建议还是将霉变的水果直接扔掉，以免导致消化系统功能出现异常，也会增加肝脏的癌变的几率。除了霉变的水果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很容易霉变的食物，比如大米、花生、米、坚果等等。但这些食品发生霉变，都要及时的把它扔掉。尤其是中老年朋友，因为习惯了节约，认为丢弃食物就是浪费，但是发霉后的食物吃进体内，百害无一利。此外，如果有胃病的人，也千万别轻易碰下面这几种水果，可能也会加速胃病的癌变。2. 这几种水果吃多了也会加速胃病的癌变。1. 鲜枣。很多人以为多吃水果对身体有益无害，但是对于胃病的患者，不宜进食太多的水果，尤其是像鲜枣等外壳较为硬、纤维含量较高的食物。普通人食用鲜枣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和钾，而且膳食纤维也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功能，减少糖类和脂肪的摄入。但是同样因为膳食纤维不易消化，所以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等的胃部不适。而且大枣的枣皮薄而坚硬，边缘很锋利，如果胃黏膜刚好有炎症或者是溃疡症状，那将会加重疼痛和不适。2. 山楂。很多人觉得山楂开胃，酸甜可口，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。但是如果你脾胃不好，就要少吃山楂。过量吃山楂有可能会导致胃结石，因为山楂中的果胶和单宁酸的含量高，接触胃酸后容易凝结成不溶于水的沉淀，与食物残渣等胶着在一起，就会形成胃结石。结石可以引起胃溃疡、胃出血，甚至是胃壁坏死和穿孔。3. 猕猴桃。猕猴桃可以通便，富含维生素 C， 被称为是水果之王。但是猕猴桃属寒性，过食也会损伤脾胃的阳气，会产生腹痛、腹泻等症状。另外，猕猴桃中所含有的大量维 C 和果胶成分，也会增加胃酸，加重胃的负担，产生腹痛、泛酸、烧心等的症状。天气寒冷的时候，症状还会加重。在目前这种寒冷的季节里，胃病、脾胃阳虚患者应当少吃或者是不吃猕猴桃。4. 柿子。胃不好最好不要吃柿子，柿子很容易把胃扎伤，这是因为柿子中的果胶单宁酸的含量比较高，体内胃酸会与其结合，形成胃柿石。
适时很难以排出，同时还会对胃壁造成刺激，引起胃胀、胃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是有胃不好的朋友，以上这几种水果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，也可以多食用以下这7种养胃的食品。5种食物最养胃。1. 卷心菜。心菜有健脾养胃、消肿利尿、清热解毒的作用，是一个不错的养胃食物。这主要是由于卷心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对于止痛以及促进溃疡愈合有着很好的作用。2. 木瓜。木瓜有养胃作用，常常被人们忽视，但实质上对于健脾胃有着很好的帮助。木瓜可以分解蛋白质，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，减轻胃肠道的负担。木瓜有抑制炎症的作用，可以促进胃黏膜的恢复，减轻胃肠道的症状和胃痛、反酸等。其实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木瓜。3. 南瓜。南瓜中含有丰富的果胶，可以帮助保护胃部的免受刺激，减少溃疡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南瓜性温，味甘，入脾胃经，能补中益气、消炎、灭菌、止痛。其所含的丰富果胶还可以吸附细菌和有害物质，包括重金属、铅等，起到排毒、保护的作用，胃部免受刺激，减少溃疡。4. 紫甘蓝。紫甘蓝中所含的营养物质不仅仅能够抗胃溃疡，保护并修复胃黏膜，还可以保护胃部的细胞活跃旺盛，降低病变的几率，所以日常可以多食用一些紫甘蓝。5. 山药。山药中含有的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等的物质，都有利于增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，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食品。现在快节奏的高压生活，让不少人都患上了胃病。尽管都是一些小毛病，但是长久不注意养护，对胃的伤害还是极大的。俗话说3分靠治，7分靠养。养胃这件事一定要长久的坚持，不要饥饱不均。身体饥饿时，胃内的胃酸、蛋白酶没有食物来中和，浓度会较高，容易造成黏膜的自我消化，而暴饮暴食又容易损害胃自我的保护机制，使胃壁过多的扩张，食物停留的时间过长等，都会促成胃损伤。要想养好胃，就要做到按时规律的饮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